这是大众集团董事长 Hans-Dieter Porsche 在2023年5月10号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被抗议者砸蛋糕示威。背后的原因呢很直接，曾经是燃油车时代引领者的巨头大众，这几年噩耗重重，包括不断的关厂和裁员。市场也对大众开始失去信心，公司股价从2021年的今年高点不断下挫，到高点的不到1/3。电动化转型太慢，传统车市场份额面临下滑，公司营收呢也大幅度缩减。大众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每个公司都有大公司病，比如说利益各不相同的监事会、长期内斗的管理层、变革者被多次驱逐等等。但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大众身上有着几乎所有传统燃油车的缩影，也有德国和欧洲企业如今的困局。在燃油车们努力朝电动车转型之际，我们来深究一下，什么导致了大众的困境？是公司决策错误，还是注定的命运？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硅谷101，我是陈倩。这期视频我们以大众为研究对象，来探讨一下传统燃油车企在电动化转型浪潮中的困境。大众汽车和大众集团是两个概念，我们稍微区分一下。大众集团作为燃油车时代的佼佼者，旗下共有12个子品牌，除了大众汽车之外，还有宾利、保时捷、布加迪、奥迪，其中奥迪下面又有兰博基尼和杜卡迪，除此之外还有斯柯达、西雅特、斯堪尼亚和曼恩等等。曾经大众集团每年交付量上千万辆，最近几年有所回落，2024年交付量超过900万辆，常年排名全球第2，仅落后于排名第1的丰田。然而如此庞大的汽车巨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个挑战要从2015年开始说起。2015年的排放门事件是大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015年9月18号，大众被曝柴油汽车存在排放造假问题，利用软件修改了发动机的排放控制策略。最终，大众为此负担了147亿美元的和解金，并且花费182亿美元来弥补这起全球丑闻造成的损失，包括汽车召回。时任 CEO Martin Winterkorn 也因此辞职。当排放门事件大规模爆发之后，大众的企业形象迅速坍塌。此时公司急需一条新的战略来弥补对环境的污染，冲淡负面影响，来重新获得市场认可。而这项战略就是电动化。2016年 Martin Winterkorn 的继任者 Matthias Müller 在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德国期间，不仅亲自向奥巴马道歉，还宣称大众将大力进军电动汽车领域。 It cost the company billions of euros in fines and recall and costs, and it forced a rapid pivot towards electric vehicles, what the company wasn't really well prepared for. 但是呢，这个转型策略呢来得太迅速，大众并没有准备好。大众原本的预期是在2020年才计划占据全球电动汽车市场1%到1.5%的份额，而排放门事件迫使电动化战略提前几年发力。那么对外呢，这可能是转移焦点的公关策略，但实际上对内大众那个时候对是否全力做电动车还摇摆不定，甚至呢，直到如今内部还有不同的对峙力量。那这呢，也导致了研发上注定的不顺。相比其他的传统车企来说，大众的电动化转型其实算得上是最早的一批啊。早在1970年，大众就成立了未来研究中心，用于研发电动汽车。在柴油门丑闻之后，宣布大力进军电动车市场的大众，在2016年的 CES 展会上推出了电动化平台 MEB。但结果呢是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那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电动车和燃油车的做法相比差太大了，而大众呢败在了软件上。那我们请子庆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大众进军电车过程当中，软件是个大难点。过去公认的汽车三大件是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但到了电车时代，三大件变成了电池、电机与电控系统。电动汽车变得更像是手机、电脑这样的电子产品。定义好坏的标准除了机械，还新增了软件维度。例如，燃油车的四驱系统需要各种传动轴、差速锁，而电动车只要前后2个电机，再加上软件就能做到四驱，甚至可以通过布置更多电机，配合软件算法，精细化控制动力输出，实现原地掉头、应急扶水等功能。到了智能化时代，大家除了关注一辆车开起来如何外，还会在意车机系统好不好用、语音助手是否聪明、辅助驾驶能力如何等等。
我们采访了一些车评人表示，大众的 ID 系列其实驾驶体验依然在线，拖后腿的却正好是电车的灵魂——软件系统。其实只说驾驶感受的话 ，ID 系列的整体的驾驶感受都很好。所以现在的新能源车更多是，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有智驾，有这些，有那些。但是我们之前试的 ID 系列的车，我只能说它的车机的水平是一个，我恨不得它能让我连 CarPlay， 我用 CarPlay 都不想用它的车机。大众的软件问题早在研发时就已经初见端倪。2019年，大众 ID.3 都已经完成生产了，却因为开发人员遇到了大量软件问题，不得不一直存放在停车场而无法交付。即使 ID.3 上市交付后，依然有不少车主投诉系统卡顿、无法联网、频繁弹出过障码，甚至导航过程中直接黑屏。而大众的专家对此给出的原因，竟然是底层架构开发的过于仓促。这也对应了前面说的大众在转型时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就是欧洲在这个软件人才方面呢是比较弱势的。我们看这些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一个在欧洲。欧洲在这个互联网革命这块呢，基本上就是全盘错失了所以呢，它没有足够的软件人才，所以大众的这个智能化的自研之路呢也一直坎坷。为了解决软件方面的缺失，大众在2020年成立了一家名为 Carrier 的公司，用于为整个集团研发车机系统、辅助驾驶、平台架构等一系列软件。大众不仅从各子公司派出了不少人，同时还挖来了特斯拉、Stripe 的员工，并批准了270亿欧元的研发预算。但结果却是，由于 Carrier 的研发进展太慢，导致奥迪原本打算在2024年推出的 Atmos 车型被迫跳票至2026甚至2027年，而保时捷、宾利的电动车型也纷纷推迟。2022年7月 Carrier 被爆出将缩减组织规模。2023年5月 Carrier 除了人力资源主管外，其他一众高管全部被替换。我们在与嘉宾探讨的时候，对方也提到，大众在电动化浪潮中的困境，也有部分原因是来自中国车企与特斯拉的崛起、新冠疫情以及地缘方面的动荡。从20年开始，大家都看到这个特斯拉的股价暴涨，中国国内的这些电动车它的这个股价也暴涨。如果你的电动化转型你跟不上这些新兴势力的脚步，那它肯定是会对大众的基本盘有一个很大的冲击的。大众并不是没有尝试过自救，比如2015年，时任大众 CEO 的 Martin Winterkorn 为了削弱过于集中的权力，开始积极推行去中心化，成立4个新的控股公司，将更多的权力与责任下放给品牌和地区的负责人。成立4个小公司出来，还是想跟大家一些更多的自主权，这些决定上面没有那么官僚的那些各种流程。但这东西怎么讲，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这个本还是在于是公司的治理，因为我们说它相当于是一个半国企嘛，是一个头部的问题不解决的话，其他东西解决都是一个比较细枝末节的事情。后续2位 CEO 马蒂亚斯·穆勒和 Herbert Diess 也致力于从大众的组织结构上改革，来将公司做得更高效，推动创新的速度，但结果却是被赶出了公司。这些故事稍后我们会详细聊到。电动汽车市场分析师 Alex Voigt 也在推文中表示，自负、傲慢和奖金制度阻碍了电动化目标的实现，大众汽车将继续失败，并不是因为它没有能力研发更好的技术，而是因为该公司通过解雇 Herbert Diess 证明了它没有能力进行根本性的改革。Carrier 的进展缓慢，让大众高层目前降低了自研路线的优先级。最近2年，大众对电车的布局优先级更偏向于和新势力车企合作或结盟，引入后者的技术，来加快大众推出新电车的时间表。比如最近几年，大众开始大力与中国企业合作，投资自动驾驶公司地平线，入股新势力小鹏，并联合研发电车架构，成立安徽大众，与上汽合作推出奥迪电动车等。但这些的外部合作也存在矛盾。他们合作的方式更多是我大众来做主导权，你们中国的车企或者说中国的供应商更多去做一个辅助我做好这个事情的角色。但是他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的，现在就是必须你的技术就是不如中国车企，那你必须要让这家公司的主导权放在中国车企这里，它依然存在就是在公司的主导权包括抗争的这个你说的算还是我说的算这个层面上没有搞清楚。
2024年，大众布局了重要的新一步棋，承诺投资58亿美元与美国电动汽车初创企业 Rivian 成立合资公司，最早在2027年推出首款全新电动车型。这个举动呢，被认为是大众自救计划中的另外重要一步，特别是在北美市场的布局。Rivian 在市场上直接对标特斯拉，主打电动皮卡和 SUV 市场。它背后还有亚马逊这个科技巨头，签订了10万辆电动货车的大订单。但是在过去几年，因为产能问题 ，Rivian 在生产和交付上一直起不来，在2024年全年交付了5万辆出头。我身边也有些朋友买了 Rivian 之后也埋怨说很多小问题，修理起来也花很多时间，售后服务跟不上，这也让 Rivian 股价自上市以来跌去了超过90%之多。所以呢，大众对 Rivian 的注资和结盟对两方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那么对于大众来说呢，当自研技术已经落后，并且在关键的亚洲市场输给了中国造车新势力之际呢，如何去抓住北美市场将是电车布局的新战略支撑关键。Workers at Germany's car giant Volkswagen are going on strike here. 而就在大众斥巨资58亿美元投资 Rivian 之际，同一年为了减少成本、提高效率，大众管理层决定关闭德国部分工厂，引发了工人们多次罢工。直到12月20号，工会与其他管理层终于达成了协议，那就是大众集团不会立即关闭工厂，也放弃了员工的降薪计划，而工会也退了一步，同意大众在未来裁员35000人。我觉得这是可能是就是双方的一个妥协的结果吧，就是说裁员不是今天立刻马上就做，不是说是要在未来几年之内做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今后几年全球的经济恢复，那这东西就可以不做了，大家的饭碗就保住了，有可能有这样一个妥协在背后。而除了裁员之外呢，工会也对管理层施压，其中德国金属工业工会就表示希望股东减少股息，并且在后续谈判中认为公司的管理委员会，也就是以 CEO 为领导核心的团队，也应该尽一份自己的力。最终在今年的1月9号，大众集团宣布所有高管将合计减薪3亿欧元。大众在电车转型路上的不顺啊，其实让挺多人不理解的。你看这么一家巨头车企这要人有人，要经费有经费，给 Rivian 的投资说投58亿就投58亿美元，但是为什么创新总是失败呢？那这里面更深的答案其实藏在大众集团的组织架构还有管理问题当中。那么大众集团的问题呢，主要为2点。第一呢，是过于冗长的组织架构，那么第二呢，是高压摆烂的企业文化。我们先来聊聊第一点。根据内部人士透露，奥迪就曾经委托麦肯锡调查 CARIAD 的问题，结果呢，调查人员发现 CARIAD 内部人员之间沟通效率之低下是导致项目进展不太顺利的很大原因。2022年5月 CARIAD 公司的 CEO Dirk Helgenberg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承认， CARIAD 的问题只有10%是技术性的，而剩下的90%都来自于公司文化。根据 Helgenberg 的解释由于 CARIAD 的员工来自于各个公司，短时间内就汇集了100多种企业文化，但是问题是 CARIAD 依然沿用了大众母公司的组织架构，这就导致公司的结构非常之臃肿。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大众的整体的决策的逻辑线太长了。就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当时去采访过理想的一个工程师，当时他们最开始做的时候，这个自动雨刮器是找供应商做的，其实就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功能。如果你这个东西是找别人做的，比如说我不是理想自己开发的软硬件，我都是找别人做的，我光是要给这个功能加一个根据语速的调节，它的执行周期可能长达半年甚至1年。但如果这个东西是自己做的，我加这个功能只需要1天，最多1周就可以完成。为什么举这个例子说大众呢？就是因为在我们调查中，其实大众整个的软件的开发，包括接纳新时代的东西，他们的流程太长了，就是从1层、2层、3层、4层、5层，我需要去打破一层层的关系，然后让这个技术落地。但是等到你真正把这个技术落地的时候，这个东西早已经过时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大众其实你能看到他们很努力，但是其实他们的功能没有做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有汽车媒体与大众多名管理人员交流之后整理过这样的一张项目流程图，总共有14个节点，被划分得非常之细。这就是传统燃油车的节点设计了。但是到了电动汽车上，大众依然沿用着过去的流程。这就有问题了。现在的新电车公司都一个比一个卷。在美国呢，有自己睡在工厂里面的卷王马斯克，在中国更是卷的不用说了哈。结果大众还以传统的流程和路子来走，造成的后果就是研发进度赶不上其他的电车公司。这个其实是当初在这个大众在做燃油车的时候，它其实很早就已经设计好这个流程。我们现在还就是按照这个流程一直在走，可能像特斯拉，包括可能像比亚迪这样的话，也大概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像大众和其他一些公司的话，可能会更长一点。如果所有的流程都是为了业务推进那倒还好。但是问题是有一些流程具有明显的官僚主义，比如说毫无意义的审批这件事情，就注定了大公司很难推进电车的快速研发。大概15年、16年的时候吧，当时刚刚说的这样一个 Dieselgate 柴油门这个事件，我们当时去调研大众的时候，就问了很多内部的员工，他们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在于，说我们这个公司内部有很多所谓这样一个不同的委员会，但他们什么事情都不干，他每天做就去审批，然后他们总会找各种的理由，把我们觉得一些能够帮助公司的开发流程、研发流程能够加速的东西全部要枪毙掉。在如此庞大的组织架构下，员工和管理者的心态也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甚至催生出了高压与摆烂的对抗状态。有业内专家就表示大众庞大的企业架构会导致信息层层传播的时候遇到阻碍。对于高层而言，他们会听不到真实的反馈，难以了解市场变化、客户需求、工作进度，进而导致公司管理模式变成少部分管理者专制和独裁。那么这也造成了消费者认为大众高傲、不听取意见的形象。而对于底层员工来说由于失去了自主权，他们会感到被贬低和不信任，进而不愿意向上级汇报一些隐患与坏消息，也没有动力把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摆烂。那么在这样的组织架构下，大众集团的管理层与员工之间是形成了对抗的文化，管理层对下属打压，而员工则对管理层欺骗。那么这样的企业文化甚至成为了大众的传家宝。Ferdinand Piëch 是大众与保时捷的开创者 Ferdinand Porsche 的外孙，也是大众集团的前监事会主席和前 CEO。根据工商管理教授 Luan Lynch 在论文中的描述， Piëch 曾经发表过言论说，他会通过恐吓工程师来迫使他们表现更好，有时候还会解雇让他不高兴的工程师或者高管。而师从于 Ferdinand Piëch 的前大众 CEO Martin Winterkorn， 他的管理风格也与 Piëch 类似。德国《明镜周刊》在报道当中就称，在 Piëch 和 Winterkorn 的领导之下，大众这家庞大的汽车帝国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集权独裁国家。任何对既定产品线持有怀疑态度的人都不得不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不容忍任何错误，任何不符合要求的人都会失去工作。而大众集团的前员工也回忆到，公司领导会打压欺负员工，下属则不敢承认失败或者质疑上级的决策。根据大众前 CEO 穆勒的描述，大众公司的电梯甚至都有一套专门的控制策略，只要有高管乘坐电梯，那么普通员工都将无法使用。那员工的摆烂不仅导致了多起丑闻发生，还造成了企业生产成本的提升，而这也是大众在电动化时代落后的重要原因。大众的生产成本过高的原因主要来自4个方面：人力成本、供应链、市场环境，还有地缘政治。我们先来聊聊人力成本。那不得不说，德国的劳动力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大众现任 CEO Thomas Schäfer 就表示，大众德国工厂的劳动力成本相比起其他的汽车工厂，大众南欧和东欧的工厂薪资达到了2倍之多。路透社的数据就说，2023年汽车行业的平均时薪当中，德国为62欧元，相比之下，瑞典、法国、美国、英国的时薪为40多欧元，而同为汽车大国的日本仅有24欧元。在德国企业里面的话，劳工成本不光是跟中国相比要高很多，跟日本、跟韩国，包括跟一些美国车企里面来相比的话，它的人工这块的成本也是会更高。
而这一点的话，这个问题其实是大众自己解决不了的。为什么大众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其实涉及到德国的工会和政府等等很复杂的宏观原因，这个我们一会儿来详细说哈。但是呢，就算与同样在德国的奔驰和宝马集团来比呢，大众的人力成本也要高很多。根据各集团的年报统计啊，在2023年，大众集团的人力成本达到了收入的15.4%，而奔驰和宝马分别在10.9%和9.5%。2024年11月，彭博社引用 Bernstein 的分析师报告称，过去20年来，大众德国工厂网络的产能利用率已经下降到了60%以下，估计未使用的产能多达80万辆。12月，大众集团的 CFO 对工厂们发出警告称如果不能提升生产效率，那么将面临裁员风险。其实，大众生产成本高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早在2015年，《华尔街日报》就提到，大众汽车一直是业内支出最高的公司之一，利润率只有3%。那相比之下，丰田的利润率是在10%。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前面有提到，部分呢是大众集团的组织架构的问题，导致了员工效率低下，但同时呢，管理层也各种的分裂和内斗，股东结构呢也过于复杂。那这一块呢，我们待会儿详细来聊聊。与此同时呢，电车研发还有一个特点也是让大众的成本日益增长，这就是供应链。由于电动车很大的成本是在那块电池上，而主要的电池供应商都聚集在东亚地区，因此呢，也是带来了额外的生产成本。我们看现在世界上最主要的电池生产厂其实都集中在东亚，而大众的这个大本营呢是在欧洲。那么本身它的这个生产成本就肯定是最高的。欧美工厂从东亚采购电池的时候，需要负担高昂的物流成本和关税，特别是在疫情之后，物流费用更是急剧上升。确实，电池它可能运输成本会相对普通的货物要高一些，因为它比较容易起火。海运费就是集装箱的这个费用是过去几年其实都是疫情前的可能3-4倍平均下来。大众内部人士也向我们提到由于电池厂商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进一步压低了传统车企的议价空间。电车里面其实40%到50%的成本是在于电池，就是因为这个电池在 EV 当中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其实他们在 supply chain 的话语权也变得越来越大，就意味着他们在跟车企去谈合作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 negotiation power。所以的话，这也是整个电池包括整车价格下不来的一个其中的原因之一吧。虽然大众早在2019年就向欧洲电池制造商 Northvolt 投资了9亿欧元，但是无奈这家公司在烧掉140亿美元之后，最终因为资金链断裂，在2024年11月21号申请破产保护。这个倒闭的原因其实是一方面呢，它在欧洲一个是建厂成本就高，另外一个是它的电池的这个良率也一直没有达到就是像中国或者日韩厂商那么高的一个良率。那么第三个原因市场环境的影响在于，随着汽车市场遇冷，汽车出货量下降，那么每辆车的平摊成本也会提升。大环境对它是比较难的，所以在你的整个欧洲作为它第一重要市场，在现在比疫情前还差200万部这样的情况下，汽车这个行业就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很清楚，是一个固定资产投入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行业，所以在你的销量开始往下走的时候，你的销售额开始往下走，对你利润率的影响就会比较明显。第四个原因就来自于地缘政治了，因为俄乌战争的爆发，北溪管道被炸毁，导致生产所需要的天然气、电力这些能源成本上涨。就是这个俄乌战争我觉得造成了2个大的影响，一个影响呢是这个汽车产业链，像是在俄乌战争前有一些零部件实际上是在乌克兰的工厂生产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能源的问题。在俄乌战争发生之后呢，这个能源价格飙升，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就飙涨，我记得都可能超过10倍了。那这个的话肯定是对于工业生产的成本是有非常大的冲击的。那生产成本变高之后呢，就会反映在车价上。我们拿大众 ID.3 和同级的比亚迪海豚作为对比，在2024年10月 ID.3 降价之前，欧洲售价为36900欧元，而比亚迪海豚2023年登陆欧洲的时候，起售价仅为29990欧元，这还包括了跨国关税。In Germany with Volkswagen, it's the triple price, and sometimes it costs 5 or 6 times as much. 大众的一些隐患都埋藏已久，为什么一直没有被解决呢？其实有人曾经试图变革过，但是他们的下场却是被赶出了公司。
2015年9月25号，原保时捷汽车 CEO Matthias Müller 被任命为大众集团新的 CEO， 接替因排放门而辞职的 Martin Winterkorn。在他上任之后，曾经尝试过彻底改革大众自上而下的僵化管理结构。他表示，自己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分散权力，改革前任 CEO Winterkorn 和 Ferdinand Piëch 统治下的组织架构，以防再次出现欺诈这类丑闻。大家确实看到一些员工关怀的细节也得以改善，比如说普通员工也能够跟高管一起乘坐电梯，高层在食堂会与员工们一起喝咖啡等等，并且希望推动管理层女性化、年轻化。内部员工就表示自穆勒上任以来，集团内的情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问题的解决方式更加的公开了。然而，这种情况非常短暂，穆勒的改革措施实施的并不顺利。2017年，穆勒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要改变大众集团的企业文化比预期中要困难。他说，肯定有人怀念过去的集权领导，我不知道你们能否想象改变这种思维模式有多么困难。到了2018年，穆勒突然宣布辞职，原本他的任期应该是到2020年，为此外界纷纷猜测他离职的真实原因可能是被开除了。那大家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2017年就有风声传出，大众集团的监事会成员表达了对穆勒很多的不满，他对大众集团的调整触及了监事会的利益。2018年，接替穆勒上任的是大众汽车 CEO Herbert Diess。Diess 也是一位拥有雄心壮志的人，一上来就加大力度想要推进大众集团的电动化改革。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成立 Carrier 的公司之外，他还邀请了马斯克参加大众的高管会议。后来 Diess 在 LinkedIn 上面的一篇文章中称大众需要更快的决策，更少的官僚主义。同时呢，我们看到 Diess 也加强了与中国企业合作交流的力度，并且尽力推动集团降本增效。那从各方的反馈来看，刚开始他确实有比较大的话语权，但是随着变革的推进，让内部很多人开始感觉到危机，甚至呢与监事会的矛盾呢也越来越重。比如Diess 经常强调市场竞争激烈，并且警告，如果跟不上电动化的变革，那么未来大众将会有3万人失业。这番话我们听上去再正常不过了，对吧？但是大众的工会主席却不这么想，认为 Diess 引起了内部员工的恐慌，并且为此还公开批评了这番言论。另外，由于 Diess 主张降本增效，投入更多资金到电动汽车上，也因此与工会主席爆发矛盾，甚至工会主席为此反对与 Diess 续签劳务合同。要说闹得最难看的就是2020年的6月9号。在这一天，大众集团在官网上发布公告称，监事会接受了 Diess 的道歉，并且将继续支持他的工作。短短几行字，对比官网其他长篇并且讨论业务动态的新闻来说，格外刺眼。那咱们都说家丑不可外扬但是这就相当于告诉了全世界，我们吵了一架，而且 Diess 呢还输了，真是一点面子都没有留的。我们看到此后 Diess 的权力就不断被缩减，直到2022年的7月22号。Herbert Diess was replaced as chief executive of the VW brand on Monday. 在大众的夏季休息日前， Diess 突然宣布离职，和 Müller 一样，外界纷纷认为他是被赶下台的，因为就在消息传出前的几个小时， Diess 还在 LinkedIn 上面发文祝福夏休日快乐，并且在结尾写道：“我们为下半年做好了准备。”真是熟悉的一幕有没有？之前我们在英特尔的那个片子里面也讲到，英特尔的 CEO 呢也因为与董事会利益冲突被突然罢免了。但是同样的情节在大众集团里面原因却相反。英特尔那边Pat Gelsinger 呢是因为 IDM 2.0 战略花钱太多，影响到了公司的利润与股价。但是 Diess 他好歹想的是节约成本，那为什么还会影响管理层的利益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大众集团衰落的最底层原因——三派掌权的监事会。我们去看了一下大众集团的管理机制真的是太复杂了。主要呢有3点，分别是股东决策通过的投票比例、双重股权结构以及监事会的治理模式。那么这3层的架构注定了大众内部充满众多的派系之争。那么要解释清楚这个管理模式是怎么来的，我们先进一段简单的历史。1934年，德国政府希望打造一辆普通人民都能买得起的汽车，来促进德国经济的发展。因此，通过工会向工人们集资，在1937年正式成立了大众汽车。德国战败之后，英国接管了大众汽车，直到1949年。
由于德国经济复苏，大众汽车才被归还给了德国政府。所以大众汽车一开始就是一家国企，只是在1961年8月15号，大众汽车在德国上市了，公司的一部分股份投放到市场自由交易。那我们知道，一旦公司上市了，股东们就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了，只要股份比例够高，就经常可以左右公司的决策。但德国政府为了保持对大众汽车的掌控，在1960年专门推出了一部法律，关于大众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向私人转让的法律，简称大众汽车法。虽然呢，这部法律的很多条款后续都被废除了，但是有2项关键条款保留至今啊。第一，股东大会上的提议必须得到超过80%的股东支持。第二，大众集团总部位于下萨克森州，那其州政府将在公司的监事会中占据2名席位。在1960年大众汽车上市之后，下萨克森州保留了20.2%的股份。根据第一个条款，只要下萨克森州政府不同意，投票就不可能超过80%，那就什么提议都通不过。这也意味着政府对公司重大决定拥有了一票否决权。有些小伙伴可能就会问了，我怎么看到大众的股东结构上下萨克森州的股份是11.8%呢？我们在这里也稍微提一下大众的双重股权结构啊。德国的一些上市公司具有2种不同的股票，普通股和优先股。普通股有投票权，但是大众的普通股流动性非常低，因为保时捷控股、卡塔尔和德国下萨克森州这3大股东作为长期投资者持有了大众超过90%的普通股。优先股的交易频率更高，被认为是大众股价的主要因素。相比普通股，优先股通常提供更高的股息，但是不具备投票权。大众集团如今的股权结构中，普通股与优先股的比例大约是6:4。在普通股方面，保时捷控股公司持有53.3%，下萨克森州持有20%，卡塔尔集团持有17%，这样的持股比例也对应了他们的投票权。而经过优先股的稀释，最终保时捷控股公司持股约占总股份的31.9%，下萨克森州11.8%，卡塔尔集团10%。但是我们说了，优先股没有投票权，所以普通股的投票权重不会被优先股稀释。那么总结来说呢，在大众集团的重要决策上，大众集团名义上的控制权归保时捷控股公司所有，而德国政府呢具有一票否决权。那么这样的模式对公司运营来说有好处，但是也有坏处。好处就是公司的这个治理结构比较稳定，但是坏处呢就是说，如果出现了问题，对吧？投资人呢也很难通过这个投票去要求公司做出决定，你只能被动的去接受。我们假设我只是就追求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分红，我就公司也不需要投入做电动车，你就老老实实做你的燃油车就好，因为你燃油车的话还可以挣点钱，那这样的话分红也会比较好。而另外一个对分红不那么敏感，就普通股这样一个股东，他可能觉得不行，我们不要把现金拿出去分红，我们要把现金留在这边做更多的就技术开发，我们要把所有的钱集中来开发电动车。那明显你会看到这两边的股东它本身是有利益冲突的。那说完了政府的角色和股东架构啊，大众集团的监事会治理模式呢，也让内部的利益更加的错综复杂，也更加的分裂。通常董事会成员由股东任命而来，但严格上来说，大众集团没有董事会。负责管理大众集团的机构被称为管理委员会，比如 CEO、CFO、COO、CTO 等职能都属于管理委员会，而管理委员会的任命与监督权在监事会手上。外界常说的大众集团董事长实际上是监事会主席，而董事会指的是管理委员会。根据德国共同决策法案的要求，为了保护工人的利益，员工超过2000人的公司，监事会成员必须有一半的席位由员工利益代表来担任，也就是各工会代表。剩下的监事会成员就来自于股东指派。如今大众的监事会席位有20个，其中10名为员工利益代表，2名为大众汽车法规定的下萨克森州政府代表。那留给保时捷和卡塔尔的席位就只剩8名了。那根据两者的投票权比例，最终的结果就是6名监事来自于保时捷控股公司，2名来自于卡塔尔。那么总结下来，掌管大众集团的分别为3派：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代表政府利益的下萨克森州，以及代表资本利益的保时捷和卡塔尔。很多时候呢，这3派势力让大众的管理变得非常的分裂啊。当然卡塔尔在里面基本上不做任何的一个表态啊，但就三方政府、工会
保时捷家族，他们其实的想法很多时候是不同的，这就导致很多问题就陷入长期内斗，没有办法解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大众的三派内斗，甚至呢，保时捷、皮耶希家族的内部呢也存在着内斗。对资本方来说，也就是保时捷、皮耶希家族为代表的利益团队，收益呢是重中之重了。因此呢，我们会看到大众2023年的股息收益率为 6%， 不仅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和德国其他公司提供的股息收益率，也高于消费品行业的平均水平。即使在公司的困难时期，大众集团依然保持着高额派息。而在我们撰稿的时候，大众的股息收益率已经达到 9.65%。在除非是公司到了一个快要死的一个情况下，就基本就快没了的情况下，一般不会砍这样一个分红的。一旦砍分红的话，会让整个股东觉得就猜测是不是公司要马上要垮了，现在到迫不得已需要把这个股息都砍了。如此高的股息收益率引发了工会的不满。工会觉得你公司这么发钱给投资人，反倒来裁员，无法保证工人的利益。因此呢，工会向管理层施压，因为应该减少股息来降低公司成本。那这两派就开始干架了。2024年9月，大众废除了就业保障的集体协议，以便能够通过大规模裁员和关闭工厂来应对生产过剩危机。12月，保时捷、皮耶希家族敦促大众尽快关闭德国工厂，而这也是导致了大规模的罢工游行。实际上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本身来说肯定其实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公司决策。它最后关闭的这两个工厂，其实生产的都不是一个特别主力的车型，明显毛利率有下滑的时候，肯定是需要正常去关闭一些工厂的。因为这几个点的毛利率真的对于汽车非常关键，15个点的毛利率和12个点的毛利率算到这个利润上，基本上就能把利润差至少60-70%出去。其实从投资人角度来说，大家是希望管理层做这样一个减员奏效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东西对 CEO 自己的位置能不能坐满，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考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已经有很多个 CEO因为惹到了这样一个工会，或者让员工不开心，最终会被裁掉。我们看到在大众的20个监事会席位当中呢，工会有10名，资本有8名，那么剩下的2名是政府。那么工会呢是非常强势的，如果政府和工会站在一起，那么对资本来说呢将是非常不利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想在大众进行改革是如此之难，想提高效率呢也是屡屡失败啊。有分析就认为，德国的共同决策法案赋予了工人太多权利，会导致员工改变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初衷。比如说在经营不利的时候，员工利用手中的权力抵制裁员，甚至导致公司出现人员过剩的情况。因为你的劳方在董事会里面的占比就是1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就很多大众想做裁员、想做减员增效的事情，他想推动是推动不了。而对于政府来说，首要目的就是保证社会就业率与稳定性。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他们根本不在乎说你要生产电动车还是柴油车，只要你能够把我的员工留住，对吧？你不要造成失业，那希望你还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这不只是我政府的诉求。所以它本身的这一个诉求和作为一个企业的诉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关闭德国工厂，将电动汽车的研发生产迁往供应链与技术更成熟的中国的决策，下萨克森州与工会一直联手反对。而对于推动集团加速电动化转型，实现降本增效的 Muller 和 Diess 监事会将他们赶出了大众。因为毕竟他们的很多的 skill set 是没有办法应用到电车上的，那对于他们自己的这个工作的保障，那肯定是一个威胁。所以他们对公司想做这样一个转型也不是特别的配合。直到22年的时候，就工会找到一个机会 ，OK， 你要做电动车，没有做出业绩，公司本身的业绩也在下滑，同时我们工会一直不喜欢，所以后来被撤掉。Diess 在 LinkedIn 上的文章就写道，大众的架构与流程是经过几十年发展而形成的，但是现在已经过时并且复杂。最重要的是，内部有各种不同的利益和政治议程，这些因素使得原本就重大的改革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但是大众掌权的各派呢，也并不是永远处于固定的对抗状态，只要他们的利益目标相同，就能够结盟。那么这三方利益，政府和工会政府和资本，资本和工会，甚至呢各自内部也会有分歧和内斗简直就是翻版的权力的游戏，有没有啊？
比如说 P.H. 为了争夺大众集团的掌控权，强行将自己身为幼儿园教师的妻子给塞进了董事会，引发了家族其他人的不满。后来呢，保时捷家族的成员联合起工会，将 P.H. 赶出了监事会。那么面对这种难以撼动的长期管理结构，大众监事会不分裂就怪了。而这样的大众在经历了德国制造的骄傲时期和燃油车的荣光之后呢，当面临快速崛起的电车竞争对手之际，就显得非常的力不从心。那视频到这里我们也想为大众说几句话哈。虽然大家普遍认为大众在电动车市场处于落后状态，但也只是相对于大众昔日辉煌的一种反差，甚至大众的电动车产品与其他传统品牌相比，销量也是算高的。我认为它可能是这些传统的这些OEM 厂商里边最成功的，但是由于其他做电车的初创公司起步更早的占据了消费市场的心智，因此呢，对于传统车企的这些手类人来说，天然就成为了追赶者，存在效率和速度上的劣势。如果你最开始你的起步慢比别人慢了，后面你去追赶的话，其实你是处于一个劣势。其实这个也发生在之前，就是电动化时期之前，中国车企在追赶德系车企、追赶日韩车企的时候，也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些品牌它占据了消费者的心智，你哪怕造出来的车还不错，你怎么去劝说消费者愿意去买这个东西？大众转型效率低，还有个原因就在于不重视。但是这点如果从商业上来考量，可能都不算是问题哈。大家可能会疑惑，大众它不是很早就开启了电动化转型吗？为什么说它不重视呢？开头我们说到大众在2015年宣布进军电动车领域，本身动机就只是为了降低排放门事件的影响，其实内心是100个不愿意。原因就在于燃油车卖得这么好，干嘛要自废武功呢？ I remember in 2017 I was still a China correspondent in Beijing, and we talked to the VW chief of China, and he said as long as we can sell combustion so well, why should we change? 根据大众集团德国工程师的回忆，当时被分去 CARIAD 公司的同事连电脑都没批下来，因此认为集团内部资源的分配和转型的决心并不匹配。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们采访的嘉宾就认为，虽然目前普遍同意电动汽车是未来方向，但是全球的汽车市场还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变数的在里面的，比如说在加州卖得好，很多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油价太贵了，但是在美国其他地方的话没有那么明显的影响。再加上说很多现在消费者去买这个电动车是因为有补贴。那现在就是说 Trump 上台之后呢，现在的猜测是说他会取消一部分补贴，或者说他会让这个补贴变得更难。我们就要考虑说这个消费者customer还愿不愿意买这个车，如果他需要付更多的钱，那这个电车还会不会像我们之前4-5年想的那样会发展的这么快，能够那么快的取代燃油车？这其实是一个 question mark。 这个补贴不光是在车本身，更多还是在就整个基础设施，包括充电桩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的这样一些补贴的行为。那这东西做的最好的，其实在全世界也就只有咱们国家，只有中国做的最好。欧洲、美国是完全没有跟上这样一个趋势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做一个车企去硬推的话，对它是一个风险极大的一个事情。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一些传统车企不愿意 all in 电车的原因。同时呢，我们采访的不少嘉宾都表示，大众作为一家传统车企，在燃油车上有着稳定的收入，所以需要考量的因素也就更多了。对于这些 legacy manufacturer 来说，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我愿不愿意去舍弃我卖的赚钱的车，然后去卖我不赚钱的车？但是如果我不卖不赚钱的车的话，就意味着这个我需要可能错过这个机会，这是第一。第二的话，现在你都知道 government 它其实有很多这个 government policy， 它都有不同的 emission regulations。你如果不卖到一定程度的这个电车的话，所有的车企都需要付 penalty 的，它需要考虑这个取舍的问题，怎么样对它来说才是最有利的。那么欧洲呢，其实现在对于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支持的这个态度已经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像美国也同样，所以这肯定也会客观上影响这个企业内部的这个发展新能源的决心。那一边是已经赚钱的成熟业务，一边是尚未成熟的市场，如何取舍确实是一个大难题，甚至呢会导致企业内部存在矛盾。比如说一个市场营销的8千，一共只有100块钱，那100块钱我们应该怎么分呢？如果
电动车这边的团队拿了更多的钱，由我们要主推电动车，但是那现在谁在给公司挣钱呢？后来发现还是我们燃油车在公司挣钱，所以最后相当于是我们燃油车团队在养你们电动车团队。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要再把公司拿更多的营销的费用去交给电动车团队，而不是交给我们的话，当然我的心里肯定是不平衡。所以它内部必然是有这样一个竞争力关系。有一个有趣的比喻说啊，大公司像恐龙一样 ，CEO 是脑袋，而员工是身体。恐龙转身的时候，即使头已经转过来了，身体的转动也需要很多时间和力气。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哈，由于未来的电动车市场还是充满未知，公司在燃油车市场已经有成熟的商业模式，内部的燃油车与电动车团队存在利益矛盾，因此呢，大众一直没有足够的动力对转型孤注一掷。而这些问题并不只在大众存在，在我们的采访当中啊，很多人都表示这是传统车企的通病。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转型往往从比零开始更加复杂。我跟很多传统的供应商，包括跟车企的主机厂的工程师聊，在传统车企里面，我们开发一辆车，或者说我们做一辆车，它的周期是很长的，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验证去考究。我知道这样很好，就是100年车企都是这么走来的。现在的新能源的造车的模式跟以前不一样，基本上就很模块化了。这其实涉及到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其实在 EV 转型的过程当中，整个的 supplier chain 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电车它有它专用的零部件，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去找，他们也要去重新适应，然后再从头开始走这些流程，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那对于这个 startup 来说的话，它其实都从零开始，比如说魏小李啊，他们不需要做转型这件事情，但其实转型这件事，这个的方面的努力，其实是可能会远远大于很多人所想。说到这里，也顺便提一下，原本我们看到本田与日产计划合并，打算为日本车企单开一个研究，探讨下未来汽车市场的格局。结果今年他们的合并计划又取消了。据说双方谈崩的原因还是在于利益分配的问题，比如本田认为日产实力不如自己，因此要求在合并后的控股集团中占据更多股份，甚至希望在日产进行大规模的裁员。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原因也基本总结了日本车企的困境，就不再另做一个视频了。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车企还有一个独特的问题，那就是点错了科技树，选择了氢能源。但是在日本这边的话，其实他们甚至都最开始都没有想要进行电动化转型，他们一直所谓的点的这个科技树，很多是往这个氢能源这方面去发展。但氢能源一直存在高昂的获取成本和存储成本以及安全性等方面的问题，再加上电动车成为全球主流发展方向后，导致大家对发展氢能源的动力越来越弱。其实日系车企也在很早之前尝试过电动车。1997年，丰田推出了混合动力汽车普锐斯，且一直迭代至今。在我们的采访嘉宾看来，由于刚开始普锐斯定位于经济环保，但在成本和价格上却不占优势，因此也让丰田错认为电动化的道路走不通。同时，日系车在车机上和大众相同，也存在着不好用的问题，因此在智能化上落后于主流。可以说，传统车企在电动车上转型困难的原因都大差不差。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关注日本车企的电动化转型趋势。如果有重大事件，还是会单开一期视频，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交流。那在之前我们深聊英特尔衰落史的片子当中啊，有不少观众给我们建议说啊，不要太马后炮，因为呢，你回头看啊，你会觉得公司错过了这个浪潮，错过了那个技术的革命，如何没有远见。但是呢，当我们站在公司的角度，回到历史当年的那个节点的时候，可能这家公司真的每一步都选择了当下的最优的选择，但是最后还是被淹没在时代发展的浪潮当中，他们也无可奈何，就像黑莓手机，就像诺基亚，就像柯达。这些留言其实非常的引发我们的深思啊，在内部的稿件研讨会上，我们也专门就这个点重新的审视了大众的这个案例啊。这个视频中，我们聊到了大众集团面对电动化的保守、对利润的追求、员工的慵懒、企业的傲慢，以及大众难以转型的背后，是创始之初就注定的来自于监事会三派权力的斗争。当全球经济放缓，呼啸而来的电车技术革命对一个行业头部大企业有着更高、更快、更好的要求时，我们突然发现，这个一身大公司病的燃油时代引领者，因为政府、资本和工人之间错综的利益纠葛，而无法实现自身快速创新和技术革命。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一个问题，而这个东西是
没有哪个 CEO 能够解决，或者公司董事会也解决不了。这些观点是对的，大众目前的困境不能只苛责大众自己，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大众的困境也是历史埋下的种子。就像大众工会主席卡瓦罗在集会的时候的发言，大众一开始就是利用工人的资金创建的，大众不仅属于股东，也属于工人，而大众与大众工人们所处的德国，也因为宏观经济环境让德国制造这个金字招牌似乎也在迅速失去昔日的骄傲与荣光。2023年德国 GDP 萎缩 0.3%， 2024年再次下滑 0.2%， 预计2025年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这种持续下滑不仅是经济周期性的调整，更是产业竞争力全面衰退的体现。首先呢，我们视频中提到的俄乌冲突的爆发让德国不得不提高国防开支，这呢是削弱了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政策灵活性。第二呢，此前欧盟内部市场的整合曾经帮助德国构建了完整的一个产业链但是如今呢，欧洲作为统一市场的红利在逐渐的消失，供应链逐渐的转向亚洲和北美市场，那么这是让德国逐渐的丧失了市场优势。那第三呢，我们刚才说到的成本，廉价能源和劳动力是德国制造业的重要支撑。那随着能源价格的飙升，东欧的廉价劳动力也因为供应链的外迁而难以持续成为优势。那么第四德国曾经非常看重能源转型和企业的数字化升级，但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原因，能源、冶炼等等企业成本大幅度上升，让很多德国企业被迫选择在海外建厂，同时呢，对德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带来打击，使得大企业呢纷纷的放弃了数字化的转型计划，将资金投资海外市场了。第五，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占 GDP 的比重呢是超过了40%。然而在全球经济放缓和孤立主义日益抬头之际呢，对德国出口的外部需求也出现快速下降。第六，我们看到出口面临萎缩之际呢，内需也非常的疲软。同时，德国近年来的高物价和通胀问题呢，也是让不少普通家庭的购买力下降而同时，德国家庭的平均工资增长几乎停滞，甚至呢在最近几年有下降的趋势。同时，民众们还去承担社会福利开支和外国难民的救济负担等等。那以上的这一系列因素呢，让德国的工业 4.0 计划完全搁置，在智能制造和数字化转型的全球竞争中逐渐掉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内资本、人才和创新也都没有形成良好的生态。劳动力方面，不少员工享受着高工资和长假期之外，还打起了全薪病假的主意。德国人在2023年的病假天数创下了历史纪录，达到人均19.4天。病假欺诈现象已经非常严重，甚至催生出了病假侦探的职业。奔驰 CEO Ola Källenius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德国的高患病率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问题。与此同时呢，德国甚至整个欧洲呢也出现了技术工种的空缺。国际能源署 IEA 的2023年劳动力研究称，欧洲的电池公司很难在当地招聘到合适的人才。欧盟的分析也表示，欧洲缺乏电动汽车转型所需要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专家。Because in the end, this competitiveness issue of Volkswagen or the European automotive sector in general is not only cost related, it also is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ly related. 目前来看，在德国法律与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之下，不光是大众一家公司，不少德国公司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2024年上半年，共有20家年收入超过1000万欧元的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申请破产。2024年7月26号，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采埃孚表示，计划到2028年底在德国裁员14000人。11月5号，德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Schaeffler 宣布将在欧洲裁员4700人，其中德国工厂裁员2800人。11月22号，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博世表示，未来将在德国工厂裁员5500人。还有软件供应商斯艾普、药物公司拜耳、奔驰车标供应商 Gerhardi、科技公司西门子等德国公司频频被曝陷入困境。那么就在我们写稿的时候呢，德国刚进行了新的一轮大选。不出意料的是，中右翼的保守派基督教民主联盟赢得德国全国大选，这意味着该党领袖弗里德里希·默茨很大可能会成为德国的下一任总理。但是让外界非常担忧的是，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得票仅次于默茨领导的基民盟，达到了 20.8%， 这是2021年得票率的2倍之多。而这也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极右翼运动表现最强劲的一次。而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也凸显了反移民等政策在德国选民中日益增长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在德国东部。
因此呢，德国的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其实也不仅仅是德国，还有欧洲以及全球的极右翼的走向，可能会在宏观经济上带来更多的孤立主义。那么，这对企业的下一步技术转型和布局呢，都带来了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所以呢，大众有它自己的问题，很多问题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就存在了，只是大众以及一系列的德国制造企业搭乘着时代的机遇与红利起来了。但是如今啊，时代变了，如果德国制造和燃油车企昔日的荣光到头，这不是完全大众的错，可能更是时代使然。那么什么能够拯救大众呢？一个野心勃勃的新 CEO 是不够的，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或许也是不够的。大众等燃油车企如果要避免成为诺基亚和柯达，接下来需要更强的执行力去转型、改革与布局。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追踪。好啦，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讲述更多的企业故事。如果你感兴趣，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硅谷101。你们的留言、点赞和转发是支持我们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陈倩，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